你敢相信吗？房屋被修建在离地40米高的大树上，建筑材料仅取自于森林，修建过程也是纯手工完成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依靠最原始的工具和手段完成这样危险的高空作业。这就是隐藏在印尼巴布亚岛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的部落科罗威人。这里只有无边无际的森林与湿润的空气，几十米高的大树撑起了天空，而在人们难以想象的树梢上却生活着一群鸟人。他们依靠树顶的鸟巢躲避洪水、毒蛇和敌人，也用它来象征身份与地位。树屋越高，主人越受尊敬。然而这个部落被外界熟知，却不仅仅因为树屋，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们荤素不忌，不管是洞里的黑蚂蚁，还是树干中的蛆虫，他们都照吃不误。而且他们还被称为世界最后的食人族。这些标签让无数纪录片、探险者和猎奇者涌入他们的森林，试图揭开所谓的野蛮秘密。但科罗威人真的吃人吗？还是外界的夸张与误解？他们的生活看似与现代文明隔绝，却早已与世界有了联系。自从上世纪70年代被外界发现以来，游客和媒体不断闯入，改变着他们的衣食住行、观念与信仰。年轻人渴望外面的世界，而老人却仍守护祖先的方式。现代与传统在这片雨林深处不断碰撞。本期我们将走进科罗威部落，跟随当地人的足迹，去探索他们的地理环境、日常生活、男女关系，以及最为人关注的食人传说。看看这个生活在树上的鸟人部落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。要理解科罗威人，必须先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。这个部落生活在印尼最偏远的省份之一巴布亚省，也就是新几内亚岛的西部。新几内亚是世界第2大岛，茂密的热带雨林覆盖了大部分土地，这里气候炎热潮湿，几乎全年都有雨水。巴布亚的森林也被称为最后的绿色秘境。进入这里，你会立刻被厚重的湿气包围，空气里带着泥土和腐叶的气味，树木高耸入云，阳光很难直接照到地面，唯一的道路是人们脚下踩出的泥泞小径。外界要进入科罗威人的领地，通常需要乘坐小型飞机，再穿过丛林徒步数日，才能见到他们的聚落。这种隔绝使得科罗威人几乎没有受到外界影响，他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第一次与外人接触。之前的几千年里，他们就这样在森林里繁衍生息，靠着狩猎、采集和简陋的耕种维持生活。科罗威部落的人口不多，估计约3-4千人，分散在森林中的小聚落里，每个聚落都与周边保持一定距离，以避免资源争夺和冲突。但科罗威人并不认为自己与世隔绝，相反，他们相信这是祖先留下的世界，森林就是他们的家。在科罗威人的世界里，房子是长在天上的。第一次见到科罗威树屋的人，几乎都会屏住呼吸。一幢幢木屋摇晃在几十米高的树梢，就像巨大的鸟巢。科罗威人的树屋通常高达30到50米，相当于10几层楼。树屋越高，主人在部落里的地位越高。这不仅仅是一种炫耀，更有现实的考量。高处意味着安全，可以避开洪水、毒蛇和蚊虫，更能在敌人来袭时先发制人。建造树屋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大事，需要整个家族的合作。男人负责砍伐大树、搭建骨架，女人和孩子则搬运棕榈叶、编织绳索。粗大的木梁被一根根抬到树上，再用藤条捆绑。最后，屋顶用大片树叶覆盖，既能遮雨，又能挡风。整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。走进树屋内部，你会发现里面极为简陋，地板由木棍铺成，透着缝隙，中间部分镂空，四周搭上薄薄的木板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既是路也是客厅。上下树屋并不容易，唯一的通道是一根粗糙的树干，削出一个个小凹口当作阶梯。孩子们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轻松自如的上下，仿佛猴子一般灵活。而对外人来说，爬上几十米高的树屋往往是一种恐惧的考验。对外人来说，
树屋可能是猎奇的奇观，但对科罗威人而言，树屋还代表了身份、信仰与生命的象征。树屋意味着独立的家庭，也是部落记忆的延续。每一次建造都是他们与自然、与祖先沟通的仪式。生活在树上的科罗威人早已把自己变成了森林的一部分，他们与鸟儿同处高空，与祖灵比邻而居。从地面望上去，这些摇曳的树屋是属于科罗威人自己的天空之城。然而树屋的寿命也是很短的，在雨林潮湿闷热的环境下，一般3到5年树屋就会腐烂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科罗威人30多年的寿命里，大半辈子都在像鸟类一样不停地搭巢。如果说树屋是科罗威人与自然抗衡的方式，那么他们的衣食日常则体现了他们与环境最直接的依赖关系。在这片雨林中，吃什么、穿什么、怎么过日子，完全由森林决定。在科罗威人的世界里，衣服只是一种遮羞的象征。男人常常只用一块芭蕉叶或树皮覆盖下身，女人则用草叶制作成的裙子遮住腰部以下。天气炎热潮湿，他们并不需要厚重的衣物，但他们对装饰却格外在意。贝壳项链、野猪牙齿挂坠都是他们的珍宝。年轻男子会用刺青或在身体上留下伤疤，作为勇气的象征。女人们则会在颈部、手腕戴上草编的饰品，那是他们少有的奢侈。外来衣物的出现也带来了微妙的变化。一些接受过外界接触的科罗威人开始穿上 T 恤、短裤，但他们往往只在特殊场合使用。回到日常生活，仍习惯于树叶和树皮。对他们而言，衣物不是生活必须，只是一种文化交换的象征。而对于吃，科罗威人还是比较重视的。科罗威人最重要的主食是西米，这是从棕榈树中取出的淀粉，经过敲打、洗滤制成白色的淀粉团。西米口感类似糯米糊，是他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。采集西米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男人们砍倒棕榈树，用石斧挖出树心，女人们则负责清洗和过滤。整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。部落的女人们也会出去寻找食物，只要她们饿了，就会去雨林里狩猎或者采集。除了西米，她们还吃一种叫玛莎的红色果子，这种果子被剖开后呈鲜红色，煮熟后能释放出浓稠的汁液，看上去仿佛血浆一般。玛莎是科罗威人的重要补品，里面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。玛莎的吃法有很多，不过他们最喜欢先把玛莎蒸熟，然后蘸主食淀粉一起吃。鲜红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有食欲，这也是外界在谈到科罗威人食人的传说中最普遍的误解。部落的菜单上没有固定的食物，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，这完全取决于途中所遇到的。在蛋白质的获取上，科罗威人最珍视的一种食材是天牛幼虫。这种肥大的白色幼虫生活在腐烂的木头里，他们会把树干劈开，直接抓出一把幼虫，或烤熟，或生吃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最美味的蛋白质来源。很多孩子的零食就是在树干里翻找这些会动的点心。要知道，这类动物幼虫在现代社会可不便宜，但对于科罗威人来说，这也只是日常的食物罢了。这种白色蛆虫作为部落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如果找到少量，会优先给外出的老者享用。此外，野猪、鸟类、鱼类也是他们的肉食来源。男人们用弓箭和长矛打猎，女人和孩子则在河边收集小鱼小虾，偶尔也会使用捕捉到的黑蚂蚁，加上简易的工具钓鱼。每一次打到野猪，都是整个部落的盛宴，火堆上架满肉块，空气中弥漫着油脂和烟雾的香味。他们的烹饪方式极为原始，多数是火烤，有时他们会用石烹法，把石头烧红，放进用叶子包裹的食物里，让热时把肉和蔬菜烤熟。这种方式常在节日或婚礼时使用。饮食不仅是果腹，更是一种共享。科罗威人强调食物必须全家分享，哪怕是抓到一条小鱼，也要分给孩子、妻子和老人。食物的分配也体现了家庭与部落的团结。
科罗威人的生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休息日，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劳作，且分工明确。男人外出打猎或爬树寻找蜂巢，女人负责采集野果，照顾孩子，加工食物。孩子们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生存技巧，比如钻木取火、削木箭头。在一个家庭中，父亲会把猎到的野猪分解，母亲则用树叶包裹，孩子们在一旁帮忙搬木柴。火堆点燃时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仿佛完成了一个小型的仪式。虽然他们的衣食在外人眼里简陋甚至原始，但科罗威人并不觉得匮乏。森林能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，填饱肚子的稀米，果腹的红果，补充蛋白质的天牛幼虫，以及偶尔奢侈的野猪肉。他们没有冰箱，也没有餐厅，但他们的餐桌永远与自然相连。这种与森林紧密结合的饮食方式，让科罗威人世世代代在雨林中延续下来。科罗威部落的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，一个树屋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征。父亲是家庭的首脑，妻子和孩子都在他的庇护下生活。若干家庭聚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一个小型聚落，由年长的男性或酋长主持重大事务。在部落内部，年纪和性别是决定地位的关键。老人因经验和智慧受到尊重，年轻男子则因勇敢和狩猎能力获得认可。女人的地位相对较低，她们大多负责养育孩子和日常采集，却是整个家庭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在科罗威人眼里，男人必须是猎人、战士和建造者，他们负责打猎获取肉食，建造树屋，保卫家人。如果一个男人不能打猎，或者无法建起自己的树屋，他就很难在部落中获得尊重。男人的勇气和狩猎能力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前景。一个善于打猎、能建高大树屋的男子会更容易赢得妻子和地位。婚姻不仅是家庭的结合，更是部落内部资源与地位的再分配。女人在部落中主要承担采集、烹饪和养育的工作，她们每天进出森林，寻找野果和树叶，照料火堆，为家人准备食物。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几乎离不开母亲的怀抱。在科罗威的习俗里，女人要在森林中独自分娩，他们相信这是祖先的方式，也是对新生命的考验。即使身处危险的环境，女人们仍然坚持这一传统。生下孩子后，他们会将脐带埋入树根，象征孩子与森林的连接。科罗威人实行一夫多妻制，一个男人若拥有多位妻子，往往意味着他地位较高，能够养活更多的人。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平等，通常第一任妻子拥有更多权利，后来娶的妻子则需要服从。妻子的数量和孩子的多少都是男人力量与财富的象征。在部落中，生儿子尤其被看重，因为男孩意味着未来的猎人和建造者。虽然男人在权力上占据主导，但女人在劳作上的付出更为持续和辛苦。一天的打猎可能收获不多，但女人们的采集却保证了家庭的日常食物。然而，这种不平衡也带来了矛盾。当我们用现代思维去观察，就会发现，年轻女性常常在劳作中承担沉重负担，却很少拥有发言权。对于外人来说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但在科罗威社会，这种分工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在科罗威部落里，权力是通过家庭延续的。父亲会把狩猎技能、建造树屋的方法传给儿子，母亲则把采集和烹饪的经验传给女儿。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循祖先的方式。这种性别分工与社会结构，使科罗威部落在没有书面法律的情况下，仍能世代延续。他们靠着口耳相传的规则和严格的习俗，维持着一个原始而稳定的社会。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，信仰就是科罗威人最深的文化根基。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依赖书籍与庙宇，而是存在于口耳相传的传说之中。科罗威人相信，死去的祖先灵魂并没有真正离开，而是栖居在森林里，随时可能返回家中。他们会在火堆旁低声呼唤祖先的名字，祈求保护与庇佑。在科罗威人眼里，
祖先是守护者，也是惩罚者。如果有人违背了部落的习俗，祖先的灵魂就可能带来灾祸。正因如此，传统在他们的社会里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。他们的神话也充满自然意象，天空有一棵巨树支撑，河流是祖先的血液，动物是祖灵的化身。打猎前，猎人会向森林低声祈祷，承诺不会滥杀，只取所需。他们相信，如果违背了这个约定，森林就会惩罚他们，让他们空手而归。一些特别的仪式也会在部落中举行，比如新屋建成后，家人会围着火堆吟唱古老的歌谣，把火堆上的第一块烤肉献给祖先，象征着新家受到保护。在科罗威人的观念里，死亡并不是自然终结，只是灵魂离开身体的结果。如果部落里有人正常死亡，如老死、战死或意外坠落，通常被视为自然过程。但如果是生病病死，就会被认为是邪灵作祟，它会化身为人，悄悄吃掉病人的身体和灵魂。所以当有人病倒时，家人常常请巫师来占卜，寻找是谁被邪灵附身。如果认定某人是邪灵，就会采取极端方式清除，而这也与克罗威人被称为食人族的习俗密切相关。当外界的医生和传教士试图告诉克罗威人，疾病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的，而不是邪灵，但这种解释对他们来说过于陌生，很多人宁愿相信巫师的咒语，也不愿相信药片的力量。然而，年轻一代开始出现变化，一些接触过外界的年轻人，在孩子生病时会偷偷接受外来的治疗，他们在祖先与现代之间摇摆，既不敢完全背离信仰，又渴望新的希望。尽管这些观念在外人看来迷信，但对克罗威人来说，他们是维系社会的核心。正是这种信仰，让他们在危机四伏的雨林中保持团结。祖先的灵魂、森林的庇佑、对邪灵的警惕，共同构筑了克罗威人的精神世界。克罗威人之所以广为人知，源于一个极具震撼性的标签：世界最后的食人族。然而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一称呼，就会发现它远比猎奇传说复杂。在科罗威文化中，食人并非是日常的饮食习惯，而是一种极端的信仰行为。它有两个主要的起源，在与敌对部落的冲突中，吃掉敌人的肉被认为可以吸收其力量，同时震慑其他对手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战争的一部分，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。更常见的情况是，当有人因疾病死亡时，部落认为这是邪灵作祟，邪灵会附身在某个人身上，暗中吃掉病人的灵魂和身体。为了清除邪灵，部落会将被认定为宿主的人处死并吃掉，以此驱邪避祸。换句话说，食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并不是出于口腹之欲，而是一种信仰性的卫生仪式。科罗威的食人行为并不频繁，通常发生在特殊情况下。若某人被判定为邪灵宿主，他可能会在部落的集体裁决下遭到处决，尸体随后被分割，部分部落成员会食用。整个过程带有强烈的仪式感，它不仅是对死者的处理方式，也是部落集体的精神净化。通过这一行为，他们相信能将邪灵彻底消除，恢复部落的秩序。所以当外界探险者与纪录片制作人首次接触克罗威人时，食人的信息被迅速放大，成为新闻与影像中的核心卖点。然而，事实却常常被曲解。克罗威人吃红果时，果汁染红了嘴唇与牙齿，在外人眼里看上去像沾满鲜血，于是传出他们嗜血的传说。媒体常用耸动的标题，把他们描绘成活在石器时代的恶魔，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逻辑。一些纪录片甚至为了戏剧效果，夸大或引导克罗威人表演某些行为，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食人族形象。这种误解在外界观众眼中制造了猎奇与震撼，但在学者看来，它掩盖了克罗威文化更深层的社会与精神意义。如今，随着外界的介入和现代化的影响，克罗威人的食人习俗已极为罕见。年轻一代逐渐接受外来观念，他们更愿意把疾病解释为自然或传染，而不是邪灵。
部分部落迁往传教士建立的聚落，那里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食人行为。老一辈仍然坚守传统，认为放弃这种习俗会冒犯祖先和森林的力量。因此，在当下的科罗威社会中，食人更多停留在信仰与传说层面，实际操作已越来越少。如今，学术界与人类学者在讨论科罗威食人习俗时，普遍认为它是极少发生的象征性的行为，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但这种说法往往无法满足媒体与公众的猎奇心理，因而食人族的标签依然紧紧贴在科罗威人身上。这种争议揭示了一个问题：当一种文化与外界的道德标准冲突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？是简单地将其归类为野蛮，还是尝试去理解其存在的逻辑？随着食人族的名号在外界不断传播，克罗威人再也无法保持完全的孤立。自20世纪70年代被外界发现以来，传教士、政府人员、商人和媒体相继进入他们的森林，现代文明的触角逐渐伸向这片曾经神秘的土地。现代化的突出表现是经济与旅游，部分克罗威人被引导着为外来的纪录片和旅行者展示传统，包括建造树屋、演绎狩猎场景，甚至被要求谈论食人习俗。外界给予他们食物、盐、金钱作为交换，这让一些家庭逐渐依赖外来资源，不再单纯依靠森林为生。然而，这种交换关系也让他们陷入尴尬。一方面，他们被外界塑造成原始部落的象征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不断被外界干扰和重塑。他们既需要游客带来的物资，又担心过度依赖会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。当然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，与外界接触增加，也让疾病更容易进入部落。过去他们只担心邪灵，如今却要面对外界传入的流感、疟疾等。许多人第一次见到药片和针剂时既好奇又恐惧，不知道该相信医生还是相信巫师的咒语。教育也是另一道难题。外来者建立了学校，教授印尼语和基础知识，但很多克罗威孩子在学习几年后，便因家人需要他们回归森林劳作而辍学。知识与传统的拉扯，使得他们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。如今，现代化的脚步已经不可避免地踏入克罗威的森林。克罗威人的未来，或许正站在一条模糊的边界线上。传统的树屋可能逐渐空置，古老的仪式可能渐渐失传，但他们的文化并不会简单消失，它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在他们的血脉和记忆里延续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